吃降压药才5年，却吃出尿毒症。医生指出3个致命错误，引以为戒。杨爷爷患有高血压多年，血压最高可达到180-110 mmHg， 每天都需要服用降压药来控制病情。最近他对药物的态度逐渐变得漫不经心，医生也一再强调，严格按照药物剂量和时间来服用降压药，对于保护肾脏、眼睛、心脏和脑等器官至关重要。但杨爷爷总觉得自己的高血压已经得到控制，不再需要那么多药物。他开始自行减少药量，甚至有时忘记服药。血压逐渐升高，他开始感到头晕、乏力，尿液也变得浑浊。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直到今天，杨爷爷突然晕倒在家中，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血肌酐710微米 OL， 肾小球滤过率8毫升 min， 血红蛋白82克每升，已达到诊断尿毒症的标准。经过医生的分析，他的入院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7、高血压3级和肾性贫血。经过透析治疗后，杨爷爷逐渐清醒，他躺在病房里，面对着医生的严肃表情。医生告诉他，尿毒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将来只能通过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如果他早些听从医生的建议，严格按照药物剂量来服用降压药，或许现在不会陷入这个境地。杨爷爷后悔不已，他明白自己的选择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发誓，无论如何，以后都会严格遵守医生的嘱托，保护自己的健康。从杨爷爷的病例可以看出，我国高血压患者正确使用药物的知晓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于服药要强调，自行停止服用降压药是治疗期间的一个致命错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错误是患者容易犯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医生指出，吃降压药，少犯这3个致命错误。错误1，仅吃药，但不改变生活方式。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美味的食物可供我们选择。很多高血压患者喜欢吃一些高盐、高脂和高热量的食物。高盐饮食会导致钠离子过多的蓄积在血管内，从而引起血管内渗透压升高。渗透压越高，吸引水的能力越强，因此血管内高钠意味着血管内水潴留，从而引起血管内压力增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盐指钠盐，除了食用盐含有钠盐，还有很多食品添加剂含有钠盐，如蚝油、酱油等酱类、鸡精和味精等。研究表明，点外卖会摄入更多的食品添加剂，且消费者更倾向选择摄入高热量、高盐、高脂和深度加工的食品。根据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5克。研究显示，摄盐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因此高血压患者应尽量选择自己动手做饭，加强对盐分的控制。除了控制盐分摄入，还要戒烟限酒，因为吸烟和过度饮酒都可能加重高血压。上面提到的事情要少做，接下来提到的事情则要多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富含钾等矿物质的蔬菜和水果对改善高血压有帮助。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要咨询医生。合理的饮食搭配上运动效果更好，建议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重要的是养成运动的习惯，在忙碌中也要加入运动，要避免久坐不动。还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也是必不可少的，应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避免疲劳。错误2，不按医嘱服药。这里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最常见，是自行停药。一些患者服用降压药后恢复到了正常血压，便自行停药了。自行突然停止服用降压药会导致血压波动范围过大，出现头痛和心慌等症状。此时，有的患者会继续服药，但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有人自行加大剂量，因为他们觉得要把之前忘记吃的剂量补回来。这是万万不可取的，降压药剂量的选择不是简单的相加。还有一些人正好与上面相反，他们减小剂量且只吃单种药。此时血压虽然有所下降，但没有达到治疗标准，患者血压相对正常水平仍然较高。这个阶段最容易导致肾脏等脏器损伤，因为肾脏和视网膜细小动脉内皮细胞长时间受高压刺激发生变性坏死，修复物质增生导致管壁增厚，类似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器官缺血出现功能障碍。第二个误区是自行换药。由于降压药物有很多种类型，
有 ARB 类如缬沙坦 ，ACEI 类如贝纳普利，钙离子拮抗剂类如硝苯地平，拮抗贝塔受体类如美托洛尔，利尿剂类如氢氯噻嗪和其他类型。根据高血压治疗指南，推荐联合用药及同时使用上述不同类型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降压效果。要想达到更好的降压效果，就要严格遵循它们的用法，因为不同类型的药物作用机制不尽相同。细心的患者会发现，同样是高血压，不同的人用的药物可能完全不同。有的人是仅使用 ACEI 类，有的人是 ACEI 加利尿剂，有的人是 ARB 加钙离子拮抗剂等等，还有很多不同种方案可以选择。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是因为不同个体对药物的反应不同，而且降压药的使用原则里强调了用药的个体化。如有些人使用 ACEI 类药物后会出现干咳，此时可以换成 ARB 类。有些高血压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就更推荐优先使用非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如维拉帕米。有些肾功能已经损害的患者就不能使用氢氯噻嗪、保钾利尿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因为会导致高钾血症，出现心脏停泊。再举个例子，现如今利尿剂作为降压药物使用的比例在下降，但对于高血压合并心力衰竭的病人，各国指南均推荐噻嗪类利尿剂作为首选。上面提到的是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然后同一种药物根据其在体内的代谢时间不同，又可以分为短效制剂和长效制剂。总而言之，对于降压药物的选择是一个很复杂、很专业、很个体化的问题，患者不应该自作主张。有任何问题，应该首先咨询自己的医生。最后一个误区很容易让人忽略，那就是不重视监测和复查。错误3，不重视监测和复查。监测的目的之一是评估治疗效果，并根据需要调整治疗计划。其二是评估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并根据需要调整药物剂量。其三是定期筛查并发症，包括心脏、脑、肾脏等器官的健康评估。单纯只有高血压的患者，应将血压控制在正常人血压水平，即收缩压140毫米汞柱，舒张压90毫米汞柱。高血压合并有冠心病、心衰、肾衰的患者，对于血压控制更为严格，收缩压应130毫米汞柱，舒张压应80毫米汞柱。建议高血压患者每天都要测量血压，要掌握正确的测量方法，以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血压。正确方法如下：测量应在一天中的同一时间和同一环境中进行。早晨起床后1小时内，小便后，早餐前，早上服药前。坐姿休息1到2分钟后进行测量。使用上臂血压计时，将袖带包裹在心脏水平。测量过程中不要说话，在放松的状态下进行。除了要经常监测血压，还要定期复查。不重视复查的患者最容易出现高血压性肾病，严重者发展为尿毒症。2. 注意，肾出现损伤的几个症状需留意。高血压会导致肾脏缺血，从而破坏肾脏的结构和功能，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并发症，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出现下面表现时，就要高度怀疑肾脏已经损伤了，需及时就医，避免进一步恶化。如果尿液含有大量泡沫，说明出现了蛋白尿，因为高血压可以破坏肾脏的滤过膜。踝关节等低沉部位出现水肿或晨起有眼睑和脸部的水肿，也是肾损伤的特征表现。水肿部位触摸时感到硬而有弹性，不痛。水肿的原因可能是蛋白尿造成的。大量蛋白尿导致白蛋白丢失，从而使得血管内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吸引水的能力下降，导致水聚集在组织中，表现为组织水肿。当水肿严重时，肾脏无法清除体内的所有废物和多余的液体，血管中多余的液体会进一步升高血压，造成危险的恶性循环，并造成更大的损害，导致肾功能衰竭，最终会发展为尿毒症。肾损伤后，尿量也会发生变化，早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夜尿和多尿，晚期发展为少尿，部分人容易发生骨折。肾脏对维生素 D 的代谢至关重要，肾衰竭可能导致维生素 D 不足，影响钙的吸收，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容易发生骨折。除了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还会影响造血系统的代谢，因此肾损伤病人容易出现贫血的征象，比如病人表现为乏力、易疲、呼吸困难、心悸等。
降压药物种类繁多，避免尿毒症发生，需要学会正确使用降压药物。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3个致命错误：一是只吃药但不改变生活方式；二是不按医嘱服药，包括自行停药、换药；三是不重视监测和复查。除了正确服药，还要明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降压的重要性，包括少吃高盐、高脂、高热量食品，多吃蔬菜水果，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和休息。高血压的治疗非常强调个体化，有任何问题应该首先询问自己的医生。